为了10亿奖金，我报名了一场真人版狼人杀。10名玩家被秘密送往一座私人岛屿，在这座舞台上参与一场死亡游戏。胜利的一方将会平分10亿奖金，而失败方会死。玩家到齐，生存游戏狼人之夜即将开始。游戏分为好人和狼人2大阵营，其中好人阵营分为预言家、女巫、守卫在内的3位神明以及4位平民。游戏时间分为白天和黑夜，依次交替出现。黑夜为狼人及神明行动时间，白天为全体玩家公投时间。本局游戏为图边局，好人阵营的神明全部出局或村民全部出局时，狼人获得胜利。反之，若狼人阵营全部出局，则好人阵营获得胜利。请各位玩家查看自己佩戴的游戏腕表，获取本局游戏中的身份牌。温馨提示：除特殊情况外，游戏中的出局为不可逆的死亡，请尽可能保持自己存活。第一个夜晚将于10分钟后开启。最后，祝各位游戏愉快。播报结束，面前的大屏幕也暗了下来，现场陷入一片寂静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算上我，这座4面环海的孤岛上共有10名玩家。我们10人被依次分为1到10号，每个人面前佩戴的胸牌上写有各自的编号。我的编号是3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摄像头的红色光点无处不在，头顶的无人机和草丛中密密麻麻的微型相机表明，在万里之外的某处，有一群人正在欣赏着这场死亡游戏。我打量了一下除了我之外的其余9名玩家，他们有男有女，神态各异，有的面色严肃，有的则看起来胆小害怕。众玩家面前摆放了一张木质的圆形桌子，外圈共有10张标注了编号的椅子，供我们落座。距离游戏开局的播报结束已经过去了好一会儿，但现场始终没有人说话。即便早就知道这不是一场寻常的游戏，但真的到了生死关头，气氛还是压抑的可怕。这时，我忽然注意到自己手腕上多出了一块手表，我猜这大概就是主办方所说的游戏腕表了。除了普通手表所具备的计时功能外，上面应该还标注着每个人在本局抽到的身份。我轻轻扭动表带，将显示器表盘转向自己的方向。下一秒，我的瞳孔猛地一缩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3个字：预言家。我不动声色地关闭了表盘，缓缓抬起头。众所周知，玩狼人杀最忌讳的就是拿身份牌时没做好表情管理，被人猜到职业。好在我刚刚查看身份时一直低着头，没有被人察觉到表情上的细微变化。周围有玩家注意到我的动作，也有模有样的学着查看了腕表。我是最早拿到身份的，此时便有充足的时间观察起其他人。可惜一番扫视下来，我并没有什么发现。很快，在场所有人都确认了自己的身份。距离进入第一个黑夜只剩下几分钟，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大家面面相觑。这时2号玩家最先开口了，他是一个体型壮硕的光头男。那什么，大家要不都坐下说话？光头男指了指一旁的圆桌，显然这是主办方为我们准备的。闻言，包括我在内的几名玩家都点了点头。众人按照椅子上的编号纷纷坐下，我坐在3号的位置上，左边就是那个光头男，右边则是个身形偏胖的男人。眼见大家已经入座，光头男活动了一下手腕。都看到规则了吧？有没有哪位是比较懂这些的？出来给我讲解一下。眼见有人询问规则，之前玩过狼人杀游戏的我下意识便想开口解答，但嘴巴刚刚张开，脑内的一个声音便阻止了我。现在游戏刚开始，大家谁也不认识谁，说话的越多，就越容易暴露信息，进而被人推测出身份。常言道，枪打出头鸟，生死关头还是谨慎些为妙。想到这里，我老老实实的闭上了嘴。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想。8号玩家推了推镜框，敲了敲桌面。还用问，这应该就是狼人杀桌游吧？我们这里有10个人，那就是3狼3神4民的板子。呵。8号玩家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，看起来似乎有些自傲。此言一出，几乎全场的玩家都点了点头，只有2号光头男对此更加不解。什么板子不板子的，我一个大老粗没玩过这种游戏，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啊？没想到在这场生死游戏中，居然有人压根没玩过狼人杀。我不禁多看了2号光头男几眼。
8号眼镜男应该也没料到2号玩家竟然是个纯菜鸟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这时我注意到了坐在我斜对面的7号玩家，那是个头发很长的男生，他看起来像是搞艺术的，一身多巴胺的穿搭，很是有个性。我注意到他嘴角扯了扯，但没说什么，不知对2号光头男是嘲笑还是无语。至于其余的玩家都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情绪波动。眼见场面有些尴尬，高个子女生6号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，为光头男做出了解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10个人之中有好人和狼人，狼人每天晚上可以杀1个人，好人则需要通过对话来分辨狼人。预言家每晚可以查验1名玩家为好人还是坏人，女巫有1瓶解药可以救人，还有1瓶毒药可以杀人。守卫则每晚可以选择守护1名玩家，使他对狼人的技能免疫。普通村民没有任何技能，只能和其他玩家一起在白天行动，通过对话找到狼人，并参与每天的投票。6号的高个子女生一身运动装，看起来很是干练。她简单介绍了下游戏规则，又耐心地解答了光头男一连提出的几个问题。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我马上也40了，不太会玩年轻人的游戏，能碰到你这样耐心的人真好。高个子女生也很礼貌，淡淡的回了句不客气，然后便坐下了。他们的对话很平常，仿佛我们参加的不是一场生死游戏一样。在他们2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客套中，大家的表情明显都放松了一些，现场的氛围也不再是刚开始那样的死寂了。有些比较自来熟的，譬如9号马尾妹和10号帽兜男，已经借着座位相邻的便利互相搭起了话。我跟几位看起来还算友好的玩家分别打了招呼，彼此留了个印象，但都没有进行深入对话。但看着2号光头男依旧云里雾里的样子，我仍有些不安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着，希望这种人不要担任什么重要的神职才好。10分钟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，现场的气氛刚刚有所缓和，系统冰冷的播报声便响起。天黑了，各位玩家请闭眼。我内心一凛，第一个黑夜来了。播报声刚结束，四周便升起一股黑烟，逐渐将我的身体完全笼罩。紧接着，刚刚还近在眼前的其他9位玩家也已经完全消失在视线中，面前的圆桌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约有2平方米的密闭房间，周围安静的没有一丝声音。我尝试着抬起胳膊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。我意识到这是主办方采用某种手段禁锢了我的身体，并把玩家们隔绝开来，让好人阵营之间无法交流。在黑夜，只有狼队之间可以进行商议决策。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努力平复住自己因为紧张而强烈跳动的心脏。好在相比于那些全程只能闭眼的平民，我身为预言家，尚有一定的自主权。很快，独属于我的播报声在耳边响起。现在是预言家行动时间，请预言家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话音刚落，我的面前浮起了一块平板大小的电子屏幕，上面显示着除了我以外其他9名玩家的头像以及编号。我依次浏览了一遍，又回忆了一下白天时众人在桌前的样子。游戏开始前的准备时间太短，大家都只是寒暄了几句，且都有所保留。但只有1号玩家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，给我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。他一直低着头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孤僻到让人根本看不清脸色，就好像他参加的和我们不是同一场游戏似的。这种玩家是最难处理的，因为其他人很难从他的表情、发言上判断身份，又很难以此为由直接将他踢出局。因此，短暂的犹豫后，我在屏幕上点击了1号玩家的头像。3秒后，冰冷的播报声再度响起。你选择的查验对象是1号，他的身份是好人。黑烟散去，我逐渐恢复了意识。先前消失的一个个身影，如今也重新出现在眼前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重新坐回了桌前。原来，刚刚获知了查验结果后，我立刻就失去意识，进入了沉睡。想来，其他玩家应该也是如此。直到狼队的行动结束，也就是天亮后，我们才会重新醒来，聚集于此。就在我环顾四周，想赶紧看看昨夜被手刀的是哪位玩家时，系统冰冷的播报声响起。天亮了，昨夜是平安夜，无人死亡，请各位玩家自行组织发言，
并在1小时内投票决定放逐对象。播报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时，我的目光也刚好围着圆桌数了一圈，从1到10，10名玩家居然都在，一个也没少。天啊，居然是平安夜！平安总是让人欣喜的。听到播报，9号马尾妹张大嘴巴，吃惊了好一会儿。10号帽都难摸了摸马尾妹的头，然后趴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。马尾妹先是短暂的愣了一下，随后脸上露出一抹娇羞，用力点了点头。8号眼镜男则斯文地理了理碎发，露出一副一切果然尽在我的计算中的表情。这3个人的座位连在一起，又几乎在我正对面，因此被我第一时间关注到。其他的玩家也都有些意外，但都没有人主动说什么。我面无表情地垂下眼，内心却暗道不妙。第一晚狼队不可能空刀，既然平安夜出现，那说明女巫昨夜已经把解药用了。如此一来，我就很难跳出来带队了。正当我在内心盘算该怎么办时，我右侧的4号玩家突然站了起来。打扰一下哈，那个预言家是谁？昨晚预言家应该有查验了吧？赶紧出来说一下。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4号玩家，我也投去一道目光。4号玩家身形矮胖，脸上的肉也很多，他黑眼圈很重，看起来像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宅男。此前他一直很胆小害怕的样子，跟我打招呼时也只是讪讪的笑，现下倒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了。他的意思也很明显，既然夜晚没有玩家死亡，就只能靠神明在白天出来带队。闻言，10号帽兜男也附和道：4号说的没错，预言家有带队的职责，赶紧出来报一下昨晚的查验吧。对啊，咱们今天还要投票呢。看来这2个人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没有人表示反对，那便是全部默认的意思。4号露出满意的神色，然而大家等了许久，也没人站出来，气氛逐渐变得尴尬。桌子下，在衣袖的遮挡下，我攥紧了拳头。众所周知，在狼人杀这个游戏中，预言家一旦跳出来，立刻就会成为狼队的首要攻击对象，基本不会活到第2天。也许这样说有些自私，但我不想死，我要活着。况且我昨夜只验到了1个金水，力度并不大。我默不作声地用余光瞟向我昨晚查验的对象1号西装男，他现在的状态和先前没什么不同，依旧倚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，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。我尝试着朝他使眼色，却都无一例外失败了。显然，如果我现在站出来跳预言家，并爆出1号是好人，非但不会得到他的配合或得到女巫守卫的认可，反而更容易被众人当成是在拉好感。而且即便我真的能凭借3寸不烂之舌说服在场大部分玩家，也只是帮好人排除了一个怀疑目标而已，并不能确定今天的放逐对象。我没有把握找到狼，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自己将毫无疑问成为狼队的下一个目标。因此在女巫的解药已经用掉的情况下，我最好还是伺机而动。我看着依旧不为所动的1号，此刻我已经开始有些后悔自己昨晚选择查验的对象是他。在思考的同时，我也一直观察着全场，看狼队会不会派人起跳。但显然在这场生死游戏中，狼队比我想的还要谨慎。众人寂静了许久，也没等到半个预言家，场面一时间陷入了死寂。眼见没人跳预言家，4号宅男啐了一口，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又把矛头转向了女巫。预言家不出来。好，那女巫呢？昨晚是平安夜，女巫总可以说一下昨晚是救了谁吧？我微微抬头，其实我也很好奇女巫是谁，更好奇女巫昨晚救的是谁。然而女巫不知是不是和我怀了一样的顾虑，同样迟迟不肯现身。你让跳就跳，那不是送死吗？就是说啊，真把自己当领导了。他的语气很不友善，在场的气氛顿时多了几分火药味。这下4号宅男被彻底激怒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游戏不是要神明带我们赢吗？神都不出来，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有，预言家的查验不报，女巫的饮水也不报，所以这让我们闭眼玩家怎么玩？一时间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，我心中暗道不妙。你先别激动啊，这里的输赢都不是开玩笑，神职哪有那么轻易就跳出来的，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打算。对啊，
我们先别急，也许女巫担心是狼自刀吧。但我话音刚落，就遭到了8号眼镜男的质疑。怎么可能？万一自刀没骗到女巫的解药怎么办？那岂不是亏大了？说罢，他眼珠一转，又不怀好意地看向我。你是怎么想到狼会自刀的？该不会你就是那个狼吧？糟了！其实刚刚话一出口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多了。没想到眼镜男思维敏锐，立刻借机做起了文章。只是合理推测，你说的也确实有道理，我们是该保持怀疑心态。没办法，在这个游戏中，发言太多或者太少都不行。要想不成为怀疑的对象，就要时不时出来刷一下存在感，输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，但同时又不能表现出过强的攻击性，以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好在我说完这句话后，眼镜男便没再追问了，反而是4号宅男见自己说的话没什么分量，还被几个人劝阻，不爽的爆了一句粗口。他妈的，怎么都是一帮怂包，就这么玩怎么赢？咱们大家伙都一块等死得了。此言一出，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有些本来想发言的玩家也都被4号这几句话给堵住了，场面再度陷入了僵局。众人心思各异，各怀鬼胎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内心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播报说，我们的投票时间只有1个小时，这样下去，大家根本讨论不出结果。不同于好人在明，狼队现在隐在暗处，本来就处于优势。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好人阵营很容易出现内讧，被狼队牵着鼻子走。正在我担心该怎么办时，一直没怎么发言的9号马尾妹弱弱举起了手。那个，我有个建议，既然没有预言家跳，要不我们今天就先不投票了吧？面对众人有些疑惑的眼神，9号有些害怕，他没有站起来，而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说道：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规则，但就是觉得现在什么信息也没有，大家都跟无头苍蝇一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要投票，也是胡乱投的吧？那万一运气不好投错了，把某个神投了出去，我们岂不是？9号的音量越来越小，直至完全消失。他没有把话说完，但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则观察着9号的小动作。9号马尾妹在发言之前，10号帽兜男就一直跟他说着悄悄话，看起来就像是老师在教授学生一样。果然，马尾妹说完后没几秒，10号帽兜男便站出来支持他的提议。是啊，9号说的有道理，麻烦大家考虑一下吧。如果我们都弃权，白天就不会有人出局了。显然，这2个人的关系已经超出正常玩家间的亲密，彻底绑定在一起了。他们2人提议放弃投票后，大家都开始重新考虑了。好像是有点道理。我隐隐觉得不妙。这时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5号卫衣男却突然站了出来。只见他清了清嗓子，公开和9号、10号2人唱起了反调。我不同意。面对大家疑惑的神情，5号咬牙切齿道：这场游戏本来就是狼人占优，如果我们再不把握住白天宝贵的放出机会，那才真的是在送狼人赢。说得对，投错总比不投好。我环顾四周，见时机正好，便也对这个建议提出了质疑。大家考虑一下，如果我们都约定好弃票，但有一个人没有信守承诺，而是偷偷投了别人，那岂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今天出局的人选？3号说的有道理。他对我的怀疑似乎减轻了几分，我微微松了口气。这是一场生死游戏，大家谨慎些是难免的，但玩狼人杀不能害怕投票，更不能随便约定弃票，因为就算投错了，也能根据票型和其他人的反应等进行下一步判断，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信息。但相反，如果因为害怕投错而不投，就是放弃好人在白天的主动权，只会让狼队的优势越来越大。道理大家都懂，问题是我们该投谁？众人面面相觑，也许有人是有怀疑对象的，可在现在的形势下，谁也不愿意说出得罪人的话。但这一次，场面却没有沉默多久，因为下一秒，在我们震惊的目光中，5号卫衣男猛地一拍桌子起身，指着4号厉声道：就投4号，4号铁狼。5号卫衣男的这句话底气很足，一下子就把众人唬住了，尤其是4号宅男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认，他直接就愣在了原地，还不等有人提问，卫衣男就主动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释。
你们都没发现吗？这个4号从一开始就在带节奏。今天天刚亮，他就嚷嚷着什么，反正是要预言家跳出来。预言家不跳，他又让女巫赶紧出来。人家神跳不跳是一回事儿，但像他这种明晃晃的找神行为，不是铁狼是什么？闻言，先前刚冷静下来的4号宅男立刻又急了眼。你才是狼，我就是怕死而已。因为激动，4号面色涨得通红，讲话也有些语无伦次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能不急吗？我发誓，我不是狼。我如果是狼，我就死全家。说话间，他的声音甚至带上了几分哭腔。但相比魏一男的铿锵有力、有理有据，5号宅男这种耍赖式的表水方式明显更难得到认可。我们这场游戏本来就是要死人的，你发这种誓有什么用？很快，现场便开始了窃窃私语。回忆起刚刚4号宅男的行为的确不太友好，他疯狂找神的行为肯定被很多人反感，但只有魏一男快速抓住了这一点，并将其公开出来，作为投票出4号的依据。一时间，4号成了大家开始游戏后的第一个怀疑对象。虽然还没有人明着表态，但现场已经暗流涌动，场上2号、9号等几个玩家的神色都有所变化。眼见4号宅男的辩驳十分无力，5号魏一男又乘胜追击道：当然了，如果有人给4号发金水或者银水，那我们这轮可以考虑不投。他先放一放。说完，他顿了顿，似是在等预言家或女巫出现。把所有人扫视了一圈后，魏一男继续道：但是既然没有神之保你，就别怪大家无情了。我不想等时间结束，已经先投给4号了。各位仔细想想我的话，请便吧。说完，他冷笑一声，起身拉开椅子，大步走远了。你4号宅男气急败坏，下意识想冲上去对5号动手，可刚跑出去没多远，便气喘吁吁地停下了。他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指着5号离开的方向，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对方全家都上上下下问候了一遍。其他玩家只是默默看着这一幕，没有人上前阻止。尤其是8号眼镜男、9号马尾妹和10号帽兜男，他们几人眼神中的厌恶已经完全藏不住了。也是这时，我在10号帽兜男眼中看到一抹一闪而过的庆幸。很快，4号骂累后又一转脸色，他几乎是哭着向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玩家恳求：求求你们了，我真的不是狼，不要投给我，不要投给我，我只是不太会玩这个游戏而已，是我错了，求你们投5号吧，投5号啊，求你们了，不要投我，我还不想死啊。距离投票结束还有一段时间，你先起来。你们跟我保证不投我，不保证我就跪着不起来。要是把我投出去了，那你们就完了。我是好人，怎么能把我投出去呢？我要是死了，一定会诅咒你们，诅咒你们一定会输。宅男愤怒地嘶吼着，满脸都是分不清的泪水和鼻涕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众人眼中的厌恶更甚。没有一个人就最后投给谁这件事对4号做出承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任谁也不会为了一个陌生人赌上自己的性命。更何况从4号的表现来看，他的确不值得被救。至于我其实并不相信一只狼会愚蠢至此，但我也不愿意为了救4号把自己搭上，与其他人为敌。其他几位玩家也纷纷四散开来，远离了圆桌，似乎心里都已经有了选择。只有9号马尾妹和10号帽兜男依旧粘在一起。我表面毫不在意，实则眼神一直没有离开10号。气氛再次回到了游戏刚开始时的压抑，而4号在反复求人无果后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又哭又笑。哈哈哈，我就不该听那人的话，报名这傻叉游戏，都怪那个人，他骗我说我是个游戏高手，一定会拿到10亿奖金，我要诅咒他全家不得好死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还时不时扯着自己的头发，精神俨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。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了。2个小时后，冰冷的播报声响起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投票时间仅剩最后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。倒计时结束的前1秒，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最终的投票结果也被公布。本轮投票结果如下：4号玩家得票数最多，本轮将被放逐，游戏继续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瞳孔猛地收缩。4号得票最多被放逐，这是大势所趋，并不奇怪。
除此之外还有几张散票，这也尚在我的预测之内。但真正令我意外的是，7号长发男居然把票投给了我。我的表现没有任何出格之处，他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我？我不明白7号这一举动背后的意义，疑惑地看向他的方向。只见7号双手抱胸，毫不避讳地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双眼微眯，让人看不清神色。我眉头皱起，但还不等我去细想7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时，不远处的9号马尾妹突然尖叫了起来。你们快看4号！听到这句话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4号宅男。只见4号此刻的表情突然变得诡异起来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恨你们，我诅咒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输的。艰难地吐出2句话后，4号本就拥挤的五官开始疯狂错位，双手也不受控制般的在空中挥舞。我们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很快4号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，一片白花花的肠子挂在他的身上，让人不忍直视。其他几个器官也散落在地，血淋淋的一片混在一起，让人根本分不清。可就当我以为4号已经死了时，他的头突然动了。只见4号宅男吃力地侧过脸，看向5号卫衣男的方向，他的嘴唇一张一合，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，但努力了许久也没能发出任何声音。最后他头一歪，彻底没了生气。很快附近升起腾腾黑烟，我们就这样怔怔地看着4号的尸体逐渐气化，直到随着这股黑烟消失，4号的尸体不见了。但先前那惨烈的一幕我却始终无法忘怀。9号马尾妹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弯腰吐了出来。我紧紧捂住嘴，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。除了1号西装男依旧没什么反应外，其余几人的脸色也都十分难看。尽管游戏进行了已经有好一会儿，但4号宅男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出局的。原来出局的代价真的是死亡，而且还是这么痛苦的方式。我拍了拍胸口，强逼着自己不去想4号出局时的场景，把那股反胃的感觉压了回去，然后再次看向7号。我还是想不通，7号长发男和我无冤无仇，甚至在5号卫衣男提出第一轮不要弃票时，我和7号都表示了赞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当时的观点是相对一致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票投给我？他想让我出局吗？但是主办方根本不打算给我思考的机会。天黑了，各位玩家请闭眼。随着播报声的响起，我还没有完全平复好心态，整个人就再次被黑烟笼罩。很快便到了我的专属行动时间。现在是预言家行动时间，请预言家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我顺了口气，看了看面前的屏幕，4号宅男的头像上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，这代表他已经出局死亡了。我摇摇头，努力将刚刚那恐怖的画面甩出脑海。4号既然已经出局，就没必要再去做无谓的回想。看着面前的8个头像，我犹豫片刻后，选择了6号那个看起来很聪明的高个子女生。下一秒，你选择的查验对象是6号，他的身份是好人。第二个白天很快便到来了。天亮了，昨夜死亡的玩家是1号，请各位玩家自行组织发言，并在1小时内投票决定放逐对象。1号居然出局了，我紧紧咬着嘴唇，一股悔意涌上心头。我的金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，就这么出局了。我不确定1号的具体身份，我只知道一个被我查验过的好人要出局了。死在夜晚的人是没有遗言的。播报声刚结束，1号西装男便瞪大了双眼，他的双手僵硬地抬起，他本人则是低下头，嘴唇止不住的颤抖。显然他也会像4号一样痛苦地离开。可令人感到诡异的是，1号不惧反喜，竟咧着嘴笑了起来。哈哈哈哈，解脱了，终于解脱了，主啊，我来找你了。我又惊又怕，但还是闭上眼睛，不想看到那血肉模糊的一幕。很快，1号的尸体也随着滚滚黑烟消失了，我的心情也低到了极点。现在场上只剩下8个人了，已经有2个人出局，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。更重要的是，游戏进行到现在，我们始终没有任何头绪。我连着查验2天，却没有查到狼，2位金水之一还出局了。我该跳出来吗？我能得到守卫的信任吗？
片刻后，是8号眼镜男率先打破了僵局。我有个提议，大家先自由活动一段时间，等最后15分钟再投票，如何？我这个提议的理由如下：首先，我们刚刚亲眼看到2个人出局，视觉冲击太大，尤其是女孩子们更需要独处，以平复一下心情。第二，直接投票太仓促了，反正时间还多，我们可以先自己思考一下，最后再一起交流想法。狼人杀本来就是个阵营游戏，我觉得大家也该多多交流，听听别人的看法。所以等投票结束前15分钟时，我们再在这里集合，怎么样？眼镜男刚说完，我便举手表示赞成。我同意。经历过昨天白天的投票后，我很快意识到好人阵营的沟通太少了，所有人聚在一起发言只会乱成一团，这样下去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。主办方既然安排了这么大的场地，肯定是有意让我们玩家之间私下沟通结盟的。好消息是，其他的几名玩家也对这个提议表示了同意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正好9号他很不舒服，我想陪他眯一会儿。10号帽都难轻拍着9号马尾妹的背，很绅士地说，余光却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扫来，我则是假装没看到。于是众人一拍即合，各自起身分散开来。我独自走出几百米远，来到一棵大树前，背靠着树干坐下，闭目养神。没过多久，耳畔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睁开眼，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个身影。从那身影的轮廓，我不难看出，正是7号长发男。他正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直到走到距离我大约2米处的位置时，他才停下了脚步。海风阵阵，将他的长发吹起，我警惕地捏紧了拳头。先前眼镜男提议时，我就接收到了长发男的眼神信号，我是特意在这里等他的。只见长发男先是环顾了四周一圈，在确保此处没有其他人后，他才终于开口。3号，我看你也是聪明人，就不废话了，我直说了吧，我今天找你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昨天为什么投给10号？那你又为什么投给我？要我回答一个想让自己出局的人的问题，这似乎不太合适吧？听到我的嘲讽，7号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开口答道：那我就说了，随便你信不信吧。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专业是刑侦心理学，重点关注的就是人的微表情，因此自打游戏一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关注每个人的状态。我看得出大家都在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很正常，但我能感觉得出你是最特别的那一个。直到昨天系统播报夜晚是平安夜时，你也是一如既往的把自己的表情控制得很好，但我依旧察觉到了你并不开心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不怒反笑。原来如此，你觉得在面对平安夜时，只有狼人会不开心？我可以理解你的逻辑，但我不理解的是，你现在怎么会孤身来找一只狼？7号双手一摊，无奈道：在投票之前，我的确是怀疑你的，但票型出来后，我改变了看法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咳了2声，随即严肃了神情。因为我不认为4号是狼，像刚刚那种情况，4号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如果是狼人，肯定会浑水摸鱼，趁机把4号放逐。但是你却没有盲目跟票，就凭借这一点，你在我这里就是做好的。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？我没有回答，但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判断。所以你上一轮为什么投给10号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在脑中回忆起先前几位玩家的表现，片刻后，我长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首先，我也不认为4号是狼，因为如果他是狼，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显眼。狼人应该明白，他们活的时间越久，赢的概率才越大。所以我更倾向于4号只是个不太会玩的暴民罢了。我在心里补充道。至于投给10号的原因，我脑子里浮现起10号对9号循循善诱的样子。我倒没你那么好的眼神，去注意到他的微表情之类的，我只是觉得他在操控9号。是的，10号帽兜男一直在操控9号马尾妹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10号入局后发现身旁的9号马尾妹是很容易轻信别人的性格，便迅速展示出所谓的绅士风度，将他拉入了自己的阵营，向他洗脑自己的想法。第一天弃票的提议是马尾妹提的，但我认为10号才是真正的主使。投票结束后，看到10号投给4号，我便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所以
你直接投了他，是赌他不会刀你吗？我不想弃票，那总要选一个投吧。是的，我就是在赌，我赌一个连发起提议都要找到代言人，自己则躲在幕后的人。投票时也只能浑水摸鱼跟票的人，不敢直接暴露自己。如果我刚投给10号就死在夜晚，那10号必然会成为大家的下一个怀疑对象。我解释完，又问长发男，所以微表情专家，你对出局的1号有什么看法吗？长发男愣了一下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没说话，似乎完全没有游戏的欲望，也没有活下去的欲望。长发男说的没错，看起来1号参加游戏只是一心求死。希望他没有担任什么神职吧，否则我们真的很难赢了。长发男点了点头，然后话题一转，除了10号，你还有其他的怀疑对象吗？我回忆起上一轮的票型，当时投票给4号宅男的分别是2号、5号、6号、8号、9号和10号这几位玩家。显然这些人中出现狼的概率比较高，除了10号已经在我的狼坑内，嫌疑最大的就是5号卫衣男。若说是4号宅男只是个不会玩的暴民，那5号卫衣男才是真正在带节奏的那个人。在发现4号这个突破口后，他第一时间煽动众人，让大家稀里糊涂的就把4号投了出去。他的情绪起得很高，与莽撞无脑的4号不同，5号的发言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。他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发言，并用最快的速度，最大程度的影响了大家的判断。因此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5号也是狼队之一没错。而2号壮硕男则是一进游戏就立下了新手的人设。但在上一轮白天，他没怎么发言，只是默默跟票，同样十分可疑。至于8号眼镜男，我虽然认可了他刚才的提议，但也不可否认地观察到，他言谈举止之间都十分自信，只是不清楚这种自信是源于自己丰富的游戏经历，还是作为开眼玩家狼人的特殊身份。总之，现在5号和10号的嫌疑最大，我们这轮最好把他放逐出去。如果说第一轮的时候大家还处于云里雾里的状态，到了这一轮，经过充足时间的思考，恐怕已经有其他人也意识到5号上轮的行为漏洞。这种人搅局能力太强了，留着就是个隐患，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好人被带偏。长发男点了点头，我会发起对他的公投。可下一秒他眉间却皱了起来。其实什么？我捕捉到了他言语间的犹豫。没什么。长发男轻笑一声，耸了耸肩。那就按你说的来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时间一眨而过，很快距离投票就只剩下15分钟，众人纷纷向主场地的圆桌聚集。很快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再度出现在视线中。与先前相比，大家整体的表情都冷静了很多，看来放缓游戏节奏的确有些作用。只是不知道现在场上是不是已经分成了几个阵营。我和长发男一前一后的走着，这时我突然注意到8号眼镜男居然是和10号帽兜男从同一个方向走来的。比起上一轮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亲密了许多。9号马尾妹出现的则晚了一些，踉踉跄跄的走在10号身后10几米的距离，神色有些慌张。我心里有些惊讶，难道说帽兜男和马尾妹闹掰，转而和8号眼镜男联合了？的确有这个可能，毕竟上一轮帽兜男投给了4号，而马尾妹则是选择了弃权。也许他们是在投票时出现了分歧，帽兜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完全掌控马尾妹，于是这轮选择与8号眼镜男结盟了。我默默在心里列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。其实我和长发男并没有制定非常具体的话术战略，况且我对他也还没有100%的信任。很快8名玩家都已入座，8号眼镜男已然把自己当成了控场人，他拍了拍手，将全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休息了这么久，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了吗？我和身旁的长发男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刚打算开口时，却被10号的话打断了。我认为在讨论现在的想法之前，我们应该总结一下上一轮的票型。然后他礼貌的一笑，向我发问：这位美女，我想知道上一轮你为什么会投给我呢？我早就预料到10号会这么问，也已经准备好了说辞。宣布平安夜后，你有一瞬间的不满，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好人的心态。就这么简单。我又指了指9号马尾妹的方向。还有，
你们二位第一轮就过于亲密，很难让人不怀疑是晚上见过面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自己既然在上一轮已经投了10号，现在就不能退缩。越是让狼队认为我是个凭直觉投票的闭眼村民，我的处境就越安全。对于我的解释，帽兜男显然并不满意，他还想再问什么，却在开口前被7号长发男打断。入问别人前，先解释下自己怎么变票变得那么快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昨天一开始你是支持全体玩家弃权的，但后面投票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地投给了4。你什么意思？变票就是狼？我只是觉得5号说的很有道理吧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8号眼镜男突然拦住了帽兜男，开口道：好了，理由说清了就行，现在先别吵了。今天不是你们的轮次，我提议我们这轮归票5号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有些惊讶，长发男也明显愣了一下。很显然，他也没料到，竟然有人比我们先一步归票5号，而且这个提出投5号的，居然还是上一轮跟随5号一起投票的8号。但无论如何，5号本来就是我们的归票对象，现在的形势是对我们有利的。我和长发男对视一眼，打算按兵不动，先观察场上的形势。而听到8号的话，5号卫衣男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一笑。你说归我就归我，理由呢？那还用说，上一轮是你煽动大家才把4号投出去的，你害死了4号，你这是一个好人心态吗？8号的话的确没错，而且这也是我和长发男想说的。包括我和长发男在内的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5号，想看他如何反驳。只见5号噗的一声笑了出来，语气嘲讽：我煽动大家，我有理有据的帮你们找放逐对象，我还有错了？说到一半，他恶狠狠地盯着8号眼镜男。而且你不也投了4号？要说害死他，那也有你一份功劳。你……眼镜男被说到痛处，一时语塞。的确，他也是上轮投给4号的几位玩家之一，但很快他便找到了反驳5号的理由。上轮没有分票对象，4号已经是必死无疑，即便没有我这票，他也一样会出局。所以你不要把4号的死扣在我头上，我不吃这套。而且谁规定的好人就不能投错票？总而言之，如果不是你带节奏，我们也不会那么冲动。眼镜男连珠炮的一串话下来，嗓子都哑了几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清了清嗓子。你是不是以为自己不可能出局？我告诉你，大家早就看穿你的诡计了。闻言，5号双手一摊。那你投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拉到谁的票。这话可正中眼镜男下怀，他气得一跺脚，高高的举起右手。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把5号投出去吗？跟票的请举手。我倒是有些意外，看来眼镜男是突然开了窍，不然他这轮怎么会铁了心要把5号卫衣男投出去？虽然我和长发男的原定计划是由我们发起对5号或10号的公投，但相比于发起者是谁，结果显然才是更重要的。眼镜男刚刚似乎已经和10号帽兜男结了盟，而9号马尾妹又是一直跟在帽兜男身边的，因此他们3个人的票应该是绑定的。那么再加上我和长发男的这2票，5号就必然会出局无疑。我们的轮次已经落后，现在形势紧张，必须先把一头狼投出去。我朝对面的长发男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便领会了我的意思，于是我们双双举起了手。正当我在内心感慨这轮居然能够如此顺利的将5号投出局时，我突然发现在场举手跟票的就只有我和长发男2个人。一股诡异的感觉瞬间从我心底升起，而8号眼镜男正直直地看着我们俩，表情十分诡异。下一秒他居然笑出了声，我的心顿时漏跳一拍。只见8号推了推眼镜，目光流转在我和长发男之间。果然我猜的没错，你们2位昨天的票型就很奇怪，8号甚至投给了3号，现在却不计前嫌，还互相帮着说话。现在看来就是狼踩狼，做身份无疑了。还未等我和7号反应过来，眼镜男又洋洋得意道：首先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判断，我上一轮认为4号是狼，现在也是。众所周知，一狼已走，剩下的2头狼一定会抱团取暖，绑票把好人冲出去。上一轮3号投出了异性票，很显然也是投狼人，所以这轮我和10号商议好，先由他向3号发难，7号果然就坐不住了。但保险起见，我又假装发起对5号的公投，果然
3号和7号立刻放弃对10号的攻击，又急不可耐的跟票投5号了。大家说3号和7号不是狼人是什么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理了理额前的发丝。据我观察，3号、7号你们先前没有任何交集，这轮却紧紧贴在一起。我猜一定是因为死了4号这个队友，你们才急得凑在一起商量对策吧。眼镜男言之凿凿，气势十足，我和长发男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剩余的2号、6号、9号玩家纷纷投来怀疑的眼神。不好！一时间，恐惧爬满我的全身，我浑身发抖，开始懊悔自己不久前的大意，额头上也浮起了细密的冷汗。不管眼镜男的话有没有道理，但一定是存在漏洞的。让我考虑考虑，咱们是先投3号还是先投7号呢？至于预言家和女巫，算了，你们神职也不用跳，守卫今晚随便守个人就行。大家相信我，跟着我投，明天游戏就结束了。眼镜男推了推眼镜，还在喋喋不休地补充。我看了一眼腕表，距离投票所剩的时间只有3分钟左右了。我必须尽快抓住眼镜男话中的漏洞，并加以反驳，争取到6号高个子女生和9号马尾妹的2票，否则我和7号必死无疑。眼看着5号投不出去，现在又把矛头转向我和7号了是吧？按照你的逻辑，我也看到了你和10号2个人鬼鬼祟祟的凑在一起，你们2个才是狼吧？况且你10号又有什么权利随便做局来审判其他玩家？眼镜男没想到我突然反击，一时间被我问得说不出话来。我转头将目光投向一直没怎么说话的2号光头男、6号高个子女生和9号马尾妹3人。你们仔细想想，8号的这套所谓的验证法真的合理吗？刚刚如果你们跟票，他就会把5号投出去，而你们不跟，他就反过来要出我和7号。总之，不管有没有人跟，他8号都是100%安全的。是啊，反正不管结果如何，他8号都是立于不败之地，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呢。眼看着众人的神情有所松动，我又趁热打铁，对9号马尾妹展开争取。9号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上一轮是10号让你提议大家弃权的。也许你的确心疼4号，所以最后也弃权了。可10号呢？你仔细想想，他是不是把你推了出来，自己却躲在幕后？现在他又如法炮制，要利用8号把我和7号冲出去。闻言，9号马尾妹果然点了点头，6号高个子女生也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在听到我气势如虹的一番发言后，8号先是一脸惊恐，随后他又满脸着急地看向10号帽兜男的方向，想要向真正的幕后主使者寻求帮助。显然帽兜男擅长的是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进行谋略，但此时投票时间只剩下了1分钟，加上内心紧张，短时间内他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反驳理由。我懂了，所以我们这轮应该投10号，对吧？对。不对，就按刚才的说法，我们这轮投5号。啊？为什么？不应该是10号吗？都说了，投5号就按最开始的来，不要变票。这轮我们如果再投错，就输定了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投票时间仅剩最后1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。冰冷的倒计时声响起，我连忙在表盘上进行操作。投7号啊？不对不对，投3号。听我的，听我的，你们听我的。本轮投票结果如下：3号、6号、7号、9号玩家投给5号，5号、8号、10号玩家投给3号，2号玩家投给7号，5号玩家得票数最多。本轮将被放逐，游戏继续。投票结果的播报声公布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同时我也感到背脊一阵发凉。3比4，一票，只差1票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如果有人变票，那出局的就是我了。与我的放松相反，5号的脸色则变得十分难看。听到播报结果，他咬牙切齿地看向8号。你不是说用这个办法就能把他们冲出去？怎么现在出局的是我？你他妈的是弱智吗？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分票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5号的声音逐渐变得歇斯底里。是，我是狼没错，但是不是我输给你们，是我的队友太弱智了。5号恶狠狠地指着2号，明显还想再说什么，可主办方没给他这个机会。
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就消失了。我只觉得一阵后怕。从8号向我和长发男发问，到我反驳成功，争取到6号和9号信任，投票结束，5号出局。这一轮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但游戏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。而5号出局前的遗言，无疑也暴露了许多信息。6号高个子女生，7号长发男显然也同样捕捉到了这一点。我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2号光头男身上。你们不会信了吧？5号是在污蔑我，想拉我下水。可惜没人回应他的控诉。很快，冰冷的播报声再次响起。天黑了，各位玩家请闭眼。现在是预言家行动时间，请预言家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很快，我便来到熟悉的密闭房间。5号临死前的发言，基本可以说是认狼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指认出了自己的另一名狼队友2号光头男。其实，即便没有5号临死前的指认，我也大约能猜到光头男的身份。这个人一开局就立下了大大咧咧新手的人设，却在游戏正式开始后一言不发，默默跟着狼队投票。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，基本可以说是铁狼无疑。而除了5号和2号外，场上的最后一头狼，基本就锁定在8号和10号之间。但果真如此吗？我仔细回忆起从进入游戏后的一幕幕场景。7号长发男一直和我站在一边，9号马尾妹的票型也很干净，6号高个子女生上一轮阻止变票的行为明显也是做好的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细节。在场的玩家越来越少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活到明天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想证实一件事，下一秒，我在屏幕上选择了我的查验对象。天亮了，昨夜死亡的玩家是2号、7号。由于目前过半数玩家已出局，投票时间将缩短，请各位玩家自行组织发言，并在20分钟内投票决定放逐对象。播报声结束，我迅速反应过来，女巫用毒了。可女巫是谁？会是7号长发男吗？在我看来，女巫起码有60%的可能就是长发男。时间紧张，我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，在脑内快速制定出大致的方略。截至目前，场上就只剩下我、6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5个人了，加上投票时间被大大缩短，现在没什么私聊的必要了。听到播报结果，大家都站在原地，面面相觑。8号眼镜男似乎还没从上一个白天缓过来，他哆嗦着嘴唇，伸出手指向我。你怎么还没出局？果然你才是狼人。他的眼镜片不知道什么时候裂开了，精心打理过的头发也乱了许多，此刻显得十分狼狈。这下连6号高个子女生都看不下去了。你是白痴吗？上一轮5号的遗言已经认狼了，你居然还在怀疑踩他的3号？狼踩狼也是有可能的，也许他是故意把狼队友冲出局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份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最毒妇人心，最毒妇人心。我和6号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的无奈。10号帽兜男虽然相对冷静，但也满眼愤懑，怀疑的目光流转在我和6号之间。如果我现在还不跳，那这局游戏自己就真的没什么参与度了。于是我向6号使了个眼色。嗨嗨，其实我是预言家。预言家？此言一出，其他4人都异口同声地惊呼道。也许没有人能想到，游戏进行到现在，预言家居然还在场。我点点头，随即报出了自己的查验情况。第1晚，我查验了1号，他是好人；第2晚，我查验了6号，他是好人；第3晚，我查验了10号，他是10号的身份是狼人。我斩钉截铁道，观察着10号的反应。听到这个结果，10号先是愣了1秒，随即立刻发了疯似的大喊：骗子！你是骗子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平民，你是狼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指着我和6号高个子女生。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，你们2个是狼。我是狼。6号女生嗤笑一声。早知道你是个自刀狼，我第1晚就不该救你。你说什么？10号的大脑过载了。高个子女生对着我和9号马尾妹认真点了点头。没错，我就是女巫。显然她也意识到8号和10号已经无可救药，况且现在场上仅剩5人，只要我和6号、9号3人绑票，
就能决定出局人选。第一晚10号中刀，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救了他。昨天5号临走的遗言只认了2号，所以晚上我就把2号送走了。6号双手一摊，道出了女巫视角下的信息。可惜守卫一直没出来，估计已经死了。好在预言家还在，那咱们就跟着预言家走，把10号这最后一头狼投出去，游戏肯定就结束了。10号满脸不可置信。不，这是你和3号串通好的，你们污蔑我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向8号和9号求救。你们信我，信我啊！我真的只是个平民，我不是狼。但眼镜男已经失了神智，根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至于马尾妹，则默默地站到了我的身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相信3号？你不是听我的话的吗？9号缩在我身后，扯着嘴角一笑。放弃挣扎吧，2号和5号都出局了，场上只剩下最后一头狼，所以3号和6号不可能是2个狼人合伙污蔑你。我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9号说的没错，场上只剩下一头狼，所以我和6号一定是好人。我和6号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所以让我们把最后一头狼投出去吧。马尾妹点着头，眼神中流露出即将成功的欢喜。不对，不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至于8号眼镜男，则跪倒在地上，又哭又笑。20分的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不久后，冰冷的播报声响起。本轮投票结果如下：3号、6号、9号玩家投给10号，10号玩家投给3号，8号玩家弃票，10号玩家得票数最多。本轮将被放逐，游戏继续。游戏继续？难道10号不是最后一头狼吗？你不是查验了10号是狼人吗？难道说你是平民？跳狱你也是平民？抱歉，是我太过自信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面对这个局面，我和6号都展现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，身后方的9号马尾妹开始亢奋起来。随着10号的身体消散在空气中，熟悉的播报声再度传来。天黑了，各位玩家请闭眼。我难掩内心的情绪，只能用双手捂住脸。这一次，我主动闭上了眼。次日，天亮了。昨夜死亡的玩家是8号，请各位玩家自行组织发言，并在1小时内投票决定放逐对象。黑烟逐渐散去，站在我面前的马尾妹仰起脸，满脸写着难以置信。这一次，无法接受结果的变成了她。不可能，游戏为什么还没结束？一定是搞错了。这时，她忽然像是意识到什么似的，猛地转过身。是不是很好奇，游戏为什么还没结束？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？你们，谁是那个神？我没有回答。至此，场上仅剩下我、6号和9号3人，我们各自的身份也已不言而喻。一神一民一狼的局面已经形成，游戏的最终结果也已注定。但此时此刻，对于9号，我还是忍不住感慨：不是10号在利用你，而是你在利用10号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在你试图把我们归票5的决定改成归票10的时候。虽然你一直躲在幕后，但眼看着队友要被投出局，还是下意识阻拦了吧？所以就这么简单。你的投票一直都很干净，发言时也会隐藏自己，可被教唆的行为太过明显，很难让人不怀疑。其实是你在反向操控10号。我叹了口气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前晚查到你了。马尾妹的表情逐渐变得扭曲。没错，那晚我本要查验10号或8号的，因为我默认最后一头狼就在他们之间。可最后在确定行动的前一秒，直觉让我将查验对象改成了9号。看到他狼人身份的那一刻，此前的种种异常终于都在我脑内串联了起来。他与10号的过分亲近，交谈时的亲密，第一天公布平安夜时他过分持久的惊讶表情，不经意透露出自己是受10号指使，试图影响投票结果。6号也适时的补充，3号故意报错查验，我则随便报了个刀口，让你以为我们不过是乱跳出人的平民。最后一审出在10号和8号之间，听到10号说自己是平民，你果然上钩了，以为最后一审就是已经疯掉的8号，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10刀8。6号说完，用眼神向我示意，于是我们一起将这最后一票投给了9号。6号说这一切的时候，
9号低着头，什么也没说。我和6号屏息凝视地看着这一幕，老实说，我的内心有些紧张。我担心9号接受不了这一切，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。但令我意外的是，半晌过去，9号却突然抬起头，长舒一口气。算了，愿赌服输。他顿了顿，随后破颜一笑。听说在这游戏中表现好的玩家是可以参与复活赛的，我觉得自己的演技还不错，你们同意吗？没事啦，也许我还能复活呢。我愣了一下，复活赛？这么说，在游戏中出局的玩家还是有复活的机会的。说不准我们还会在下一场游戏遇到哦。等一下，我想让9号等等，想问他更多有关主办方的信息，但下一秒9号就已经在自己的腕表上做出了最后决定。冰冷的播报声打断了我的话。本轮投票结果如下：3号、6号玩家投给9号，9号玩家弃票，9号玩家得票数最多。本轮将被放逐，狼人全部出局，游戏结束，好人阵营胜利。随着9号的出局，游戏终于真正结束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才是彻底落了地。长期保持精神的高度紧张，几乎耗尽了我的精神力和体力。我几乎是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大屏幕再次亮了起来。我睁大眼睛，只见一行行文字浮现其上。现公布各位玩家身份如下：1号守卫，2号狼人，3号预言家，4号平民，5号狼人，6号平民，7号女巫，8号平民，9号狼人，10号平民。现复盘各轮情况如下：第1页，狼队落刀3号，女巫使用解药，守卫空手，预言家查验1号为好人，当晚为平安夜。第1日，4号被公投出局。第2页，狼队落刀1号，守卫空手，预言家查验6号为好人，1号出局。第2日，5号被公投出局。第3页，狼队落刀7号，女巫对2号使用毒药，预言家查验9号为狼人，2号、7号出局。第3日，10号被公投出局。第4页，狼队落刀8号，预言家放弃查验功能。第4日，9号被公投出局，狼队全部出局，好人阵营获得胜利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从7号解释自己投票给我的原因时，我内心就一直笼罩着一团疑云。即便我表情管理并不出色，但总不至于是全场最突出的那个。为什么他却偏偏看到了我？原来我是他的饮水，也难怪他会对我格外关注。现在想来，他那句欲言又止的话，大约就是想告诉我自己是女巫吧。至于1号，在抽到守卫这样重要的角色牌后，居然主动选择了放弃游戏。1号颓废的表现，让我们都以为他不过是个烂平民。但不幸中的万幸是，1号同样误导了狼人阵营，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决定了最终的胜局。看到复盘情况，6号不禁扯了扯嘴角。首页被刀的预言家一心求死，第2晚就出局的守卫，几个没什么逻辑却又格外自大的烂平民，我们能赢还真是个奇迹呢。还好你是我的队友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如果6号没有看透我的身份，选择与我合作，用谎言误导9号，那第3日8号、9号、10号绑票出局的可能就是我了。这也是我想说的。这时，面前的大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血红的文字和与之相对的播报声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这一次播报声听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冰冷，而是有了一些温度。话音刚落，一股黑烟将我和6号笼罩在内。与此同时，熟悉的播报声再度从耳边传来。匹配成功。第2轮生存游戏逃出升天即将开始。